我老公好像失恋了，连着3天，每天晚上抱着手机看和小女友的聊天记录，默默流泪。我刚和小男友约会回来，看见后一脸得意地趴在他耳边轻轻地说：“你失恋了，哈哈，我的还没分。”下一秒，我收到了小男友的分手短信。正文开始，看见小男友给我发来的消息后，我躺在沙发上哭得跟狗一样。我的190腹肌帅哥男大呀，还有1/4的歪国血统，一想到以后都亲不到那张羊嘴了，我哭得更大声了。坐在沙发对面的裴言之看了我许久，微微皱眉：“你刚刚趴在我耳边说了什么？”我顿了顿，立马憋住了哭声。小男友已经没有1年赚好几个亿的老公，不能再丢了。于是我默默摇了摇头，我什么也没说啊。裴言之看了看我躺在沙发的背影，没再说话。下一秒，我听见他踩着拖鞋上楼的声音，才敢继续哭出声来。以前谈恋爱不敢告诉爸妈，现在谈恋爱不敢告诉老公。女人啊，终其一生都是遗憾。我和裴言之相识了7年，从高中到大学毕业。毕业后，我们立马走入了婚姻殿堂。所有同学都说我们是校园爱情功德圆满的典范，可谁也不知道，我们结婚3年，裴言之出轨了2年半。对方是公司新来的实习生。自从我偶然刷到他的微博账号里，裴言之和他在港城看烟花，热烈拥吻并配文：“不能大大方方站在你身边，但是可以完完整整占据你内心。”我就知道头顶青青草地的感觉了。这年头小三说话都一套一套的了。我那天没出息的哭了很久，最后选择了点赞关注。后来裴言之去洗澡时忘记把手机锁屏了，我才知道那个女孩叫沈念，刚大学毕业。那天晚上我翻了沈念的微博3000多遍。和裴言之在一起后，沈念的微博更新频率也变高了，几乎每天一条。要么是和裴言之一起去滑雪，去星级餐厅打卡，裴言之还会送他珠宝项链。而那几天裴言之告诉我他在 S 市出差，回来后还给我带了一份礼物，1枚宝石发卡，买顶奢送的赠品。我看着准备去浴室洗澡的裴言之，哭着说我也要当小三。裴言之冷冷地看着，许久后才皱眉冷笑：“林夕，你又是发的什么疯？”我话到嘴边，想起他每个月给我的生活费，还是咽下去了，只得灰溜溜地回到自己房间。后来身为律师的闺蜜知道后，告诉我裴言之给沈念买的东西都是使用婚后财产购买的。我感觉亏了，转身网恋了个小男友。小男友长乖，力气也大，第一次把他从清大带到酒店，他就有的是力气和手段，我食髓知味。毕竟自从裴言之出轨后，他就向我提出了分房睡。26岁的女人正是脑袋黄黄的时候。为了奖励小男友，我学着裴言之的样子，买了套公寓，金屋藏娇。裴言之前脚离开家，我后脚就开车去公寓看我的小金丝雀。小金丝雀哪哪都好，就是太能干了，床都干塌了2张。家具店老板娘都认识我了，总是一脸艳羡地看着我，还会做饭。每次我一进门，就能看见她上身穿着真空围裙在厨房里忙活，优越的背肌上是一层性感的薄汗，浑身上下都散发着人夫奶狗的味道，一切都很好。我和裴言之有各自的幸福，闺蜜知道后也只是感叹一句：“你们4个人把日子过好比啥都强。”直到3天前，裴言之开始频频回来了，坐在沙发上拿着手机，眉头紧皱。我甚至还看见他眼睛里的亮光。结合沈念的新微博，我知道他失恋了，可我并不介意，每天照常打扮的纯的要命出去和小男友约会。回来后口红也花了，裙子也乱了，裴言之看也没看我一眼。在我看来，他伤心透了。我没去安慰他，我怕他万一又爱上我了就麻烦了，毕竟我现在心里只有我的小男友。于是今天回来后，我看着他这副样子，贴心的给他放了一首《我走后》。随后去浴室和小男友聊天了，顺便敷了张贵妇面膜。出来后看见裴言之依旧是这副死样子，我嘴欠，趴在他耳边说了句：“他不要你了。”哭得正伤心时，我给闺蜜发了条消息，她要和我断了，我好伤心。听说酸奶和炸鸡一起吃会中毒，酸奶我有了，就差炸鸡了。闺蜜沈白白回了我一句：“6，我都不想戳穿你，你那是失恋了吗？”我把小男友刚给我发的分手消息截屏发给了他。真分了，算了，改天再找一个。行了，炸鸡给你点还不成吗？含泪吃完炸鸡后，我上楼在浴室打开哈曼卡顿音响，放了一首音乐。洗澡的时候，我感觉我比狗都深情，又哭了出来。刚打开浴室门出来，就看见坐在沙发椅上的裴言之手里还拿着一份纸质文件，视线落在我微红的眼眶上，微微一顿。你哭了？为什么？我叹了一口气，想我奶了，狗了。裴言之看我哭得可怜兮兮，眼底多了一丝柔意。过几天我陪你回去看看，别哭了。我点头。裴言之似乎有什么话要对我说，但看我这样，还是皱了皱眉就离开了。我松了一口气，给小男友打了个电话，不分行不行？那头的声音磁性又带着一丝怒意。不分，是不是让你老公养我呀？我微微思索，他养1个也是养，养2个也是养，养3个也不是不行。似乎知道我在想什么，秦霄气笑了。你想得美，老子不做3。我眼眶一红，男人就是善变，明明3个小时前还姐姐宝宝的叫，现在就自称老子了。第二天一早，我打开手机一看，秦霄给我发了一段视频，阳光下他上身赤裸，在健身器材上做着卷腹运动。我不知道他是什么意思，只发了一个问号。他没回复，我心里莫名闪过一丝失落，也没有心情挑选衣服了，胡乱套上了宽松的针织开衫套装，里面搭配白色背心。下楼的时候，裴言之破天荒的还没有去公司。我看了一眼时间，已经10点钟了。看见我这副样子下楼，裴言之挑了挑眉。我没有心情理会他，心里都是小男友的卷腹动作，心不在焉的拿着筷子把碗里的黑松露炒饭戳成糊糊。裴言之终于觉得不对劲了，你怎么了？我语气奄奄，差点哭出来。没事，似乎察觉到了我情绪不太好，又或者他终于想起来前几天是我们的结婚纪念日，而那天他和沈念去了温泉馆，一夜没回来。我也是看见日历才隐约想起，不过这都不重要了。裴言之眼里闪过一丝愧意，今天公司也没什么事，中午我带你去拍卖会看看吧。我叹了一口气，不花白不花，爱情没有了，总不能钱也不要了吧。
裴妍之开车带我去拍卖会的路上，我没看他，呆呆地看着窗外，想起贺琴霄的点点滴滴，我吧嗒吧嗒掉眼泪。他这么能干，我怎么能放得下？终于知道失恋是什么感觉了。偏偏我老公还在旁边，我还不敢哭出声。车里没有开音乐，我抹了一把眼泪，担心待会憋不住了被裴妍之发现，索性拿着手机连上蓝牙，放了一首《分手快乐》。裴妍之，你到底怎么了？我那天真的忘记是我们结婚纪念日了。我叹了一口气，没什么，最近总想我奶。狗了。裴妍之一脸疑惑，你想奶奶了？为什么听这首歌？我没解释，裴妍之也没再继续追问下去。等到了拍卖会，我连着举牌疯狂拍，买了不少东西。回到家我倒头就睡了。半夜，秦霄给我发了一条消息：姐姐，我想你了。我揉了揉眼睛，换上衣服就去了公寓。我过去的时候，秦霄看着我，眼底都是心疼，而他自己也瘦了一些，下颌线更加清晰了，眼眶红红的，看起来委屈的要命。他什么也没说，只是抱紧了我。是我错了。我摇了摇头，看着近在咫尺的俊脸，手指顺着他的衣摆往上。他深吸了一口气，颇为有些无奈，好看的薄唇一张一合。你到底喜欢我，还是我的身子？我根本没听见他在说什么，踮起脚尖吻了上去。我失恋了，我又和好了。于是几天后，我春风得意，却看见裴妍之坐在沙发上，眉头紧皱，脸色沉沉的样子，眼底都是同情。我老公失恋了，而我现在在热恋。看见他这副样子，一想到他1年给我的高昂生活费，我还是叹了一口气，走上前拍了拍他的肩膀，正准备安慰他一下，没想到看见他手里拿的是我的手机，屏幕上还在放秦霄发给我的裸露着上身做卷腹运动的视频。最怕空气突然安静，裴妍之脸色难看的要命，抬起头冷冷地看着我，我头都大了。要不人家都说了，维持好的婚姻关系就是不要看对方的手机。我现在只能庆幸他没看见我和闺蜜的聊天对话，否则脸色怕是要更难看一些。我这么多年之所以从来没看过裴妍之的手机，原因就是担心她看我手机。与此同时，我的手机提示音响起，是秦霄发来的最新消息，一张带着黑色皮质 Joker 项圈的照片。眼看着裴妍之就要开口了，我赶紧一把抢过手机，给秦霄发了一条语音：你别再给我发消息了，我不找男模。裴妍之看我涨红的脸，微微皱眉，是男模。我点点头。77新酒吧开业，我去捧场的时候不小心弄脏了人家衣服，就加了个微信把钱转给他。我刚刚只离开我手机1分钟，我赌他没往上翻。裴妍之没说话，只是看了我很久，视线落在我身后柜子上我们曾经的合照上，似乎想到了什么。以后别胡乱加人了。我敷衍地点点头，看着他拿起外套离开。车子刚离开，我就立马给秦霄打了个电话。那头的他很快接通了，只是磁性的嗓音带着一股子咬牙切齿的意味。林夕，你他妈说谁是男模？我只能一口一个宝宝的哄着。许久后总算是哄好了。姐姐，我现在想见你。哎，男人，刚才还叫我林夕呢。我低头看见沈念发的新微博里，照片里是秦霄的车，他今晚应该不会回来了。我点头，那我们去公寓吧。他似乎又生气了，我就只配去公寓吗？最后我和秦霄去了5星级酒店，随后去市区的一家中餐厅吃饭，包厢是用屏风隔出来的。我点完餐，身后就响起裴妍之和他朋友的声音：77又去酒吧了，你都不知道，那酒吧里都是男模。听说上次开业的时候嫂子也去了。裴妍之点头，他还加了微信。流放？什么？这你也能忍？裴妍之声音散漫，他不会。流放叹了一口气，也是，你们在一起7年了，嫂子爱你爱得要死，怎么也不会和你一样。说完，似乎意识到自己说错了话，他继续道：可万一嫂子知道你和沈念的事情了怎么办？那边传来裴妍之端起酒杯的声音：没事，他爸妈都过世了，离开我他也没地方去了。那边似乎已经开始用餐了。我低下头，恍惚间想起高考那年我爸妈去世时，裴妍之担心我出事，每天跟在我身后。后来我提出要住校，裴妍之拎着我的行李箱和洗脸盆，把我送到了宿舍楼下。那天下了雨，他裤脚全都被雨水浸湿了。他说：林夕，我会一辈子对你好。后来班上有2个男生笑着问我：喂，林夕，死了爸妈是什么感觉？我妈说有可能是你克的。亲人的过世使我心里阴雨连绵，可他们的话却狠狠扎进了我的心里。那天的事情不知道怎么回事被裴妍之知道了，他找到那2个男生不要命的打了一架。你再敢说他爸妈的事试试？那时的少年知道我心里到底有多痛，可现在把尖刀刺伤我的是他。秦霄当下就站起身，我赶紧拉住他的手，他气得眼眶都红了，好看的脸上都是委屈。姐姐，你还要护着他？他有什么好的？他有我帅吗？有我烧。我一把捂住了他的嘴，他却下意识含住了我的指尖。我呀了一声，赶紧闭上嘴巴，小心翼翼地看着屏风后。屏风后是裴妍之不屑的轻笑。岳风婷现在还真是什么人都能来。说完就和流放起身离开了，显然没有认出我的声音，只是离开前在帘子外犹豫了1秒。我松了一口气，秦霄却委屈巴巴：我就那么见不得人吗？我给了他一个眼神，你说呢？他轻咳了2声，微微抬起下巴：不被爱的才是小三。这话被刚掀开帘子过来送菜的服务生听见了，眼珠子瞪得老大，上菜的动作也格外缓慢，直到看见我和秦霄都没开口，才带着遗憾离开。我掐了一把秦霄的手，低声些：难道光彩吗？秦霄红了红脸，似乎也意识到了什么，微微低下头：是我自甘下贱。当晚裴妍之给我打了个电话，得知我在家后又匆匆挂断，莫名其妙的他给我转了一大笔钱，我没有任何心理负担的收下了。微博上沈念更新了新帖子，从此是一家3口了。我打开图片，是裴妍之深夜陪他去医院产检的照片，正准备退出，沈念给我发了一条私信：我知道你看见了，这些帖子只有你能看见。倒是奇怪，这些年你看着这些也没和阿言闹着离婚，只是可惜了，他已经答应要和你离婚了。我冷笑了一声，把这些帖子和截图全都发给了裴妍之，索性先发制人，毕
毕竟我原本也准备这段时间提出离婚，闺蜜帮我做的离婚协议自然更加有利于我。离婚吧，离婚协议书我已经准备好了，待会让人给你送去。财产对半吧。裴言之只说了一句好。秦霄就是在此时给我发消息的，是一张穿着泳裤在泳池边的照片，水滴从他的发滴落在胸膛继续往下。我正准备回复，他立马撤回，不好意思，发错了。他原本是要发给谁的？想姐姐了。我索性给他发了个地址，那你过来吧。他回复，登堂入室，会不会不太好？我忙着去洗澡，催促他，那随便你吧。等我从浴室里出来时，门外门铃声隔一会儿就响起一次。我下楼打开门，看见了门口穿着黑色卫衣的秦霄。对面的邻居打开院门，他立马钻进来，锁上了大门。一进门，他就迫不及待地咬住了我的唇，我被他缠得喘不过气，断断续续道：回房间。等到他勾下我的睡裙肩带，门外突然传来脚步声，我起身披上一件针织披肩，看见楼下停着裴言之的车。秦霄似乎也知道是谁了，就要往阳台走，我赶紧拉住他，到时候邻居看见了还以为怎么回事呢？他现在衬衫凌乱，一眼就能看出发生了什么，万一被发在网上，那可倒是出了名了。他一想，转头迅速躲进了衣柜里，动作快速到我还没来得及阻止就关好了柜门，还不忘对我贴心说道：姐姐，我不会让你为难的。那眸子里的委屈是怎么回事？裴言之走进来的时候，看见我此时的样子，眉头微皱。你脖子上怎么了？我含含糊糊，被蚊子咬了。裴言之没说话，柜子里突然响起砰的一声，裴言之一脸疑惑，里面有人。秦霄要是大大方方坐着我反而不慌，偏生他快速躲进衣柜里，现在要是被捉住，真是要多尴尬有多尴尬了。再说了，离婚协议裴言之还不知道签了没有。我含含糊糊，没人啊，哪有人啊？裴言之不信，冲上前打开了衣柜门，里面秦霄穿着微透的白衬衫，额前还有一层薄汗，一眼看过去就是不清白的。我一拍脑门，磕磕绊绊解释，这是来修水管的。裴言之显然不信，修水管为什么藏在衣柜里？我看了一眼他的头顶，他修完水管还能修保险箱，衣柜里有个小型保险箱。裴言之是知道的，当下也没说什么，只是视线落在秦霄湿透的衬衫下摆处。秦霄从柜子里出来，他个子原本就高，裴言之刚进来的时候还小心翼翼的，现在被捉住了，反而姿态金贵的站在他面前。对呀，大叔，我来修水管的，你看水太多，衣服都弄湿了。他笑起来的时候莫名有些欠揍，我一时不知道这小子是不是故意的，涨红了脸把裴言之拉了出去。裴言之劝诫我待会早点把人请出去，随后就把离婚协议给我了。他已经签了字，也是对方已经怀孕了不是？就算他不愿意，沈念也不会放过这个机会。林夕，是我对不起你，她怀孕了，我不能让孩子和我一样没有父亲。说的多么伟大呀，我都想给他鼓掌了，多有责任心啊。行，你走吧。他愣了愣，似乎没想到我会如此平静，只是见我一副不准备继续跟他说下去的样子，犹豫着，似乎还想要解释什么。可他的手机铃声响起，他只能先离开。我气鼓鼓地推开门，看见秦霄脱掉了衬衫，浑身湿透的站在浴室门口，这才想起浴室的水管的确出现了问题。这小子是真会啊。秦霄起身把我抱进浴室，嘴角带着笑意，姐姐房间里没有他的东西。我一眼就看出了他的小心思，配合的点点头。别墅装修好的时候他已经出轨了，所以这间房间是我自己的，那时我们就已经分居了。小狼狗眸子微亮，打开淋浴器，眸色渐沉地看着我，十分欢喜。所以姐姐一直是我一个人的。裴言之再次联系我的时候是在3天后，明天下午方便吗？去民政局换证吧。我还在跟秦霄聊天，立马应了一声行啊。从民政局出来的时候，他在给沈念打电话，我隐约听见沈念问他财产分割的事情，得知一人一半后，沈念的嗓门立马变大了。我嗤笑了一声，无意再听下去。拉开车门准备离开时，裴言之脸色苍白地握住了我的手，挤出一句话：西西，你是不是也？我看见他的手机屏幕上是沈念发给他的照片，我和秦霄的合照。我点了点头，对，跟你学的。裴言之后退了2步，面色难看，许久都没说出话来，直到我不耐烦地挣脱他的手，他眼眶微红。所以你跟他在一起是想报复我？我仔细思索了一下，摇了摇头，是因为喜欢。我虽然当时的确闪过那样的念头，但很快消失了。裴言之似乎不太能接受我的答案，眼里的最后一丝期许也消失了。林夕，你够狠的。说完他又说，你别后悔。我拉开车门，绝不后悔。几天后，我和裴言之的大学同学和高中同学都给我发了一条邀请函照片，上面是裴言之和沈念结婚的消息。你们离婚了？西西，不是吧？裴言之要娶别人了？我关掉手机，没有一个个回复，收拾了东西和秦霄去外国旅游。秦霄欢喜的要命，一到酒店就把我压在了床上，缠绵热吻。他将头埋在我的脖颈，下一步却突然停了下来，委屈巴巴地看着我。姐姐，可以留下痕迹吗？我原本还想把离婚的事情告诉他，但是看着他现在这副小绿茶样，还是闭上了嘴，点了点头。得到我的允许，他似乎更欢快了，用力的横冲直撞，我眼泪都掉下来了，想要伸脚把他踹下去，无奈一点力气都没有了。23、24岁的年纪，精力还真是好啊。他低下头，一边咬住我的耳垂，一边用力。姐姐，我厉不厉害？我看着他神采奕奕的眸子，嘴硬道：就这。他脸色难看的要命，最后折腾到天都亮了才停下。我嘴唇都被亲麻了，欲哭无泪。秦霄满眼都是艳足。姐姐，年轻还是好对吧？那个老男人一定不能满足你。老男人是裴言之吗？他好像才27岁。算了，我也不敢嘴硬了，任由他带我去浴室清洗。我们在外国玩了1周，秦霄给我拍了不少照片，还有我们的合照。我正在刷闺蜜新发的朋友圈，是她和男友公开恋情的照片。秦霄叹了一口气，自言自语：原是我不配。飞机落地以后，秦霄黏黏糊糊的，不想和我离开。
我翻了个白眼，索性让他开车送我回去。这几天秦霄像是吃了药似的，我到现在都有些腿软。秦霄犹犹豫豫，会不会不太好？我看着他那张帅得要人命的脸，翻了个白眼。有什么不好的？秦霄只能上车，我实在是太累，一上车就闭上眼睛。只是临睡前，我看见正在开车的秦霄，一会儿满脸担忧，一会儿眼神坚定，一会儿嘴角带着得意的笑。到了别墅后，我迷迷糊糊走下车，拎着行李就进去了。秦霄左右看了看，确定没人后，降下车窗。姐姐，你还没说爱我？恋爱脑。我敷衍地说了一句，爱你爱你，快走吧。听见我的催促，她眼里染上一抹暗淡，点了点头，看我关上门才离开。我在别墅休息了几天，闺蜜给我发了一个视频，视频里秦霄冷着脸开着一辆灰色迈凯伦在环山公路赛车。你的小金丝雀原来还是个小狼狗，嘻嘻。我刚才问了俱乐部老板，他是秦家的独子，他看见我了。我垂眸，京都没多少人不知道秦家。想起这几年他在我面前穿着发白的运动鞋的样子，我看着秦霄刚给我发的消息，没有再回复。秦霄给我打好几个电话，我也没接，直到我发烧在家给闺蜜发了个消息，却没想到来的不是闺蜜，而是秦霄。她浑身都湿透了，怀里放着一个小塑料袋，给我喂了药，又煮了粥，等到我迷迷糊糊睡着才离开。第二天我看见了10几条小作文，大意就是为了隐瞒身份向我道歉的。我想了想，一开始我和裴言之的事情也没告诉过他，毕竟起先我只把他当成小金丝雀罢了。可现在他的身份，我们自然是不适合的。犹豫间，裴言之给我打了个电话，姐姐，你别不要我，当3我也可以的，只要你心里有我就好了。我嗓音微哑，不知道该怎么回复。当天他发了一条朋友圈，你不在我身边，我很难受。配图是他躺在黑色4件套上，眼尾微红的样子。我骤然心软，开车去了公寓，轻声打开门后，我走到卧室，秦霄已经睡着了，怀里抱着我平时最爱的抱枕。我低下头，在他唇上落下一吻，躺在他身边，似乎是闻见了我的味道，他松开了抱枕，搂住了我的腰。第二天我醒来的时候，秦霄还没醒，我拿着手机把离婚证的照片发给了他。刚放下手机，就看见他醒了，看见我后，眼里尽发着惊喜，嘻嘻。他似乎格外高兴，将我抱到洗手台洗漱过后，就去厨房做早餐了。等到吃过早饭，他才不紧不慢地打开手机屏幕，嘴角都快要咧到后脑勺了，抱着我转了几圈，又猛亲了一顿才停下来。我坐在沙发上看电视，听见旁边的秦霄给他的好兄弟打电话，我现在有点喘不过气了。霄哥，你可别吓我，我立马来接你，地址告诉我。秦霄声音欠欠的，不是，是我女朋友和她老公离婚了，我可以见光了。电话那边沉默了很久，哥，你做3了？秦霄咧开嘴，你别说的那么难听，是为爱做3。我看着他现在欠欠的声音翻了白眼，电话那头对方显然也很无语，有区别吗？秦霄嗤笑了一声，当然。霄哥，人家真为你离婚了，哥，你没感觉这样不太好吗？没等他说完，秦霄就把电话挂了。几天后，一个自称是秦霄妈妈的女人给我打个电话，约我在咖啡厅见面。我皱了皱眉，脑子里已经在幻想被甩500万让我离开秦霄的场面了。于是我小心翼翼地到了约定的咖啡厅坐下。没多久，一个穿着贵气的女人在我面前坐下，掏出了一张支票。我拒绝的话都到了嘴边，阿姨，我和秦霄是真爱。她也在此时开口，这5000万你收下吧。我顿了顿，阿姨，其实我们也没那么爱，我会和秦霄说清楚的。秦家这样的门第，在我知道秦霄身份的时候就预想过我们的结局。贵妇人愣了一下，说清楚什么？这是给你的损失费，真的很抱歉，都是我没有教育好这孩子，才让他走向歧途，勾引你。你放心，以后你有什么要求都可以告诉我们，这是我们家欠你的。我连忙解释，阿姨，不是的，是我不对。她打断我的话，你别怪自己，我实话告诉你，4年前他爸无意间看见他的笔记本，才知道他准备为爱做3，还做了笔记，被他爸揍了一顿，我们都以为他死心了，没想到还是被他得逞了，真是家门不幸啊。我愣住了，脑子里还在消化他说的话。4年前我和秦霄不是还不认识吗？没等我消化完，穿着黑色西装刚从公司赶来的秦霄就过来了，额前墨色的碎发微微被浸湿。看见桌上的支票，他眼里的慌张消失，冲上前把那张支票塞进我包包里。妈，我告诉你，我绝对不会和西西分开的。贵妇人一脸无语，还没来得及说话，秦霄就拉着我离开了，将我塞进车里。他把我带到了公司，周围员工议论的时候，秦霄捏着我的手介绍，我女朋友。正是的。路过的人事部经理一脸懵，转头问身后的几人，我刚才说话了吗？几人摇头。秦霄把我带到了他的办公室，正当我犹豫想要开口问他刚才贵妇人说的那句话时，他迫不及待地锁了门，将我抵在门后缠绵热吻，许久后才伸出手擦掉我唇边的湿痕，转身去了后面的休息室。再次出来的时候，指尖勾着一套崭新的制服，白衬衫包臀裙，黑丝袜。我瞪大了眸子，他俯身在我耳边轻声道，姐姐，换上好不好？不是，没看出来他喜欢玩这么花呀。顶着对方的视线，那张俊脸下圆润的喉结微微滚动，我只能拿衣服去休息室。出来的时候感觉浑身都不自在。秦霄长腿交叠，上身慵懒地靠在黑色皮质办公椅上，看见我出来，眸色沉了沉，起身上前把我丢在休息室的床上，扯了扯领带，就是干。姐姐，我想了好久了。我想起之前我给他买了许多狼耳套装，黑色锁链，当时他涨红了脸，我以为是害羞，还更加主动上前撩拨。现在看来，这小子当时分明是被刺激到了吧？真能装啊！那张支票我还是还给了秦霄，让他给他的母亲。回到家的时候，天已经黑了。我和秦霄下车的时候，脖梗上还带着刺激的红痕，他的背大概率也被我抓出痕迹了。年轻就是能干啊！正准备上楼，面前出现了一个意外的身影，是裴言之。看见我，他脸色难看，比起之前的意气风发，现在的他浑身上下都带着一股颓废。当初是我陪着他创立了裴氏，
步入正轨后，我因为有段时间身体不好，所以只能辞去了职务，安心在家。没想到没几个月，裴妍之就出轨了。后来离婚，我带走了他一半的沈家，那些东西原本也是我应得的。他结婚那天，我把沈念这些年给我单独发的照片和对话，让人在他们的婚礼上播放。裴妍之的不少客户和有头有脸的圈层里的人，包括沈念为了虚荣心特地邀请过来的同学都看见了。知三当三，又怎么能舒舒服服的上位呢？我纵然已经不在乎的裴妍之，但不代表我是圣母。和裴妍之离婚后，我开了一家新公司，虽然现在还只是初开始，但是凭借我之前的业务水平和对行业的了解，现在也已经走入了正轨。在同一个领域，又都是在 A 市，我自然听说了许多有关裴妍之的消息。沈念婚后以怀孕需要照顾为由，把父母都接到了别墅。听说前段时间沈念的爸爸还把裴妍之珍藏的手表全都拿去送给亲戚朋友了。裴妍之为此和沈念吵架，但沈念却责怪他都把半个身家给我了，他爸拿几块手表怎么了？二人闹得不欢而散。或许还有许多我不知道的，听闺蜜说起来的时候，我没多说，毕竟那都与我无关了。嘻嘻，她的嗓音有些沙哑。我后悔了，沈念的孩子不是我的，他为了逼我结婚，才会故意找人让自己怀孕。我已经和他离婚了，我不介意你和秦霄之间的过去，我们重新开始好吗？我们好好过日子。这段时间，我的脑子里都是我们的曾经，你还记得吗？你最喜欢吃学校门口的馄饨了，我们回去看看好吗？我差点被气笑了。你凭什么觉得我会吃回头草？裴妍之，你出轨的时候有没有想过那7年呢？他不说话，却红了眼眶。我只是一时间想要寻找刺激，我一直爱的都是你。我一脸嫌恶，算了吧。旁边的秦霄搂住我的腰，不好意思哦，他有我了。裴妍之涨红了脸，死死地瞪着秦霄，你不要脸。秦霄耸了耸肩，谁让你给我有机可乘呢？裴妍之唇色苍白，嘻嘻，我知道是我做错了，是我先对不起你。可是我们真的不能重新再开始吗？我调查过他的身份，你以为秦家那样的家世真的会让你进去吗？我打断他的话，这些都和你无关了。裴妍之，无论如何，我的未来都不会再有你。说完，我拉着秦霄的手走了进去。裴妍之和沈念离婚后，他还经常带着家人上门。为了避开他，裴妍之只能去国外分公司待了半年。所有人都说裴妍之眼光不好，为了这样的女人出轨。也有好事的问我，江小姐，你长得这么美，那裴总也是眼睛不好，竟然舍得跟你离婚？我没回应。此时我的公司已经走入正轨，可以和鼎盛时期的裴氏比肩了。回到家后，我意外在秦霄的外套口袋里看见了一枚钻戒，似乎经常被摩擦过，丝绒的盒子表面留下痕迹。我轻笑了一声，倒是没有因噎废食的想法。当晚，秦霄意乱情迷时，看见我指尖的钻戒，眼里闪过一丝惊喜，眼眸骤然有些混润。老婆，老婆，姐姐，宝宝，伴随着一通热吻。他的家人朋友知道后，什么也没说。毕竟秦霄的恋爱脑在这段时间已经出名了，被笑称为什么后来者居上，因为他又争又抢。我和秦霄结婚当天，收到了一份匿名礼物，是一罐仿真萤火虫和一本资产转让证明，上面写着嫁妆2个字。17岁剩下陪我看萤火虫的少年早就死了。帮忙把东西转交给我的是我和裴妍之的同学，他犹豫了，说了一句，他在国外每天抱着你的照片酗酒，听见你要结婚的消息，差点出了车祸。我让他把所有东西退回去，此生再没有纠葛才好。旁边的秦霄一脸醋意，姐姐，我也有东西，给你比他多。说完，他的律师给了我一堆转让证明和资产证明，都是他名下的，包括秦氏30%的股份，按着我的手签了下去。等到婚礼流程结束，我回到秦家老宅的房间，准备把收拾放在床头柜，打开抽屉，看见了一本笔记本，封面上写着秦霄上位指南。看完里面的东西，我啼笑皆非。秦霄从浴室出来，耳尖红得快滴出血，怪不得会挨打。我轻笑，他上前将我抱在腿上，我自然而然伸出手臂圈住他的脖颈。秦霄，你到底是什么时候喜欢上我的？他低头认真地看着我，第一眼在你大3那年被篮球砸中。我眨了眨眼，当时的确有几个大一新生在打球，我意外被砸到肩膀后，有几个男生凑上前跟我道歉，其中还有一个把我带去了医务室。我脑子里突然闪过秦霄的脸，原来把我送去医务室的是他。他轻咳了一声，翻身将我放在床上。至于后来的，我从他的笔记里看见了，故意做完造型，但是装穷站在我面前加我微信。秦霄没给我细想的机会，十指强硬和我交握。意乱情迷过后，我听见他说，姐姐，我爱你。番外，秦霄。秦霄第一次看见林夕，周子的篮球打到了人，他凑上前和队友一起道歉。看见穿着灰色百褶短裙和白色无袖上衣的林夕，女孩留着黑长直，整个人温和美丽的要人命。她一个失神，其他人匆匆道歉，她立马把人送去了医务室。去小卖部买了冰袋回来时，林夕走了。后来她在校园网上查到了林夕的资料，也知道她有男朋友。那天晚上她辗转难眠，最后决定为爱做3。于是她做足了一系列计划，没想到被情妇发现，揍了一顿后还找人给她做了心理疏导。秦霄一犹豫，等到几天后再次回学校，才知道林夕和她的男朋友开了公司在创业，这段时间都不回来了。恰好是哪一届的实习期，自然没人管。她找到了林夕，却看见她和男友在餐厅亲密笑着，周围有人说他们郎才女貌，她却想换做她只会更配。她私下找到林夕的微博留言，被她温柔婉拒。1年半后，她无意看见林夕的男友和其他女生在一起热吻，特地打听了情况，知道他们结婚了，也知道那个男人出轨了。她重新翻出了那本上位指南，偷偷在她和游戏里成为好友，每天问候聊天网恋奔现。和林夕在一起后，她每次回来，她都会刻意不穿上衣，学了做饭，目的就是为了让她看看她比那个出轨的男人好多少，让她留在这个家。网友说，越容易得到的越不会被珍惜。秦霄试探性的提出了分手，发完他就后悔了，可他不想再继续以这样的身份和他在一起了，他要上位。林夕果然慌了，他知道他最爱什么，给他发视频，最后他还是妥协了。他内心受着谴责，但自知下贱，
却甘之如饴。直到知道林夕离婚了，他大喜过望，顺理成章和林夕在一起了。看着怀里的林夕，他看了一眼门上喜庆的贴纸，低头吻了吻林夕的额头，随后把那本上位指南丢了，用不上了。后来他的月亮落入怀中，在未离开。全文完。